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目前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的想法是什么？那这边的话，台面上我们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那最左边的第一组就是这个全黑的月亮。中间的第二组呢，就是会有很多的木杆，然后稍微挡住了一点点，这看起来有点月色，还不错，然后有点橘红色的这个月亮。那最右边的话，就是像这个摩羯，它在月亮里面。好，那这样的话，洋洋有先把在文字的地方先遮起来，希望就是不会去影响到大家可能在选牌的这个直觉，所以大家就依照你的感觉，还有或者是图像，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那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你们就先按暂停。如果说已经选择好的话呢，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洋洋已经有先为大家抽了验证牌的部分。那验证牌就是你目前呢，就是你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那的话在验证牌似乎可以感觉到，就是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这段关系应该对你们来说有那我们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可能你对这段关系你考虑了非常的久，那考虑了非常久的话，你本身可能有在考虑想要开始放弃这段关系的念头，又或者是说你开始逐渐的意识到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满足你本身在对于情感中的需求，又或者是说你在对于情感中的渴望。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一直以来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让你感觉到他是比较有所保留的，又或者是他没有那么的用心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里面。那对于你来说，这个就会是一个让你觉得蛮受伤，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蛮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目前这段关系已经有点说造成了你的困扰，那你本身其实现在算是还能够离开这段关系，就是你还是有这个勇气，或是你会觉得离开这段关系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个太困难的。那刚好你身边现在你可能有新的对象，或者说有不错的人，那你就会想看看，想说试试看，要不要多跟不同的人相处，还是说想要尝试着和不同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就是你希望可以从原本比较沉闷的关系里面稍微跳脱出来。那另外的部分就有可能目前的你们的关系的话，2个人之间相处，从原本比较有一点比较没有交集，或者是说2人之间比较没有互动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在最近呢，2个人终于有互动的这个迹象，又或者说2人之间在互动上最近终于有比较多，那关系也开始有点比较算是说有融洽，然后你也慢慢的感受到在他身边会有一种被他给呵护，或者是说他会有散发出一种爱的感觉。所以对你来说，目前这段关系或许会有机会，可是你还在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或者说还在一个比较观望的想法，因为你会去想想看，就说究竟对方他最近他接下来的举动，或者是说还是你一直来都只是自己可能会错意了，所以对你来说，目前这段关系的话，你想要冲一波，但是你又会很担心会不会其实
对方对于你比较没有那方面的意思。那如果说真的会错意的话，你也会蛮担心会不会造成彼此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尴尬，或者是说两之间相处上面会不会让之后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走，就是失去这个人。那这分为这两个不同的情境。那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基本上你们都会有一种欲求不满，你们会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但你们也知道，或许在这个人身上是没有办法得到太多，还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这个人相处。只是跟这目前相处的情况看起来的话，是会还蛮有机会，是可以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目前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你们这个犹豫的感觉是有要准备做行动，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已经有想办法去认识新的人了，就比较不会是表面上想一想，是真的想要你们已经有做出了实际上的行动跟行为，或是你们准备要去做一个行动跟行为，就是对于说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动作会是呈现在一个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好，那如果说这篇验证牌有符合到的话，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他目前呢，对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先把它拿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就用小王子的塔罗牌来看看。就是他目前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选到最左边的第一组。好，那首先的话，我们抽到第一张是命运之轮。命运之轮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原本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他真的也没有想的太多，或者说他本来看待这段关系，就是比较抱持着一个顺其自然的想法，或者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态度。他本身也不会想要强求太多，或者说他本身也不会有太多其他渴望的想法。所以原本你在这个人的眼中，可能会算是一个比较萍水相逢的朋友，或者是说会有一种只是当一般朋友的心态。但在随着两之间渐渐的相处下来之后，他会发现到原来两之间其实好像还蛮合的，或者说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会有一种电流般的感觉。那在逐渐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他其实会随着跟你相处的每一刻，又开始会去期待下一次的相处的机会。然后再就是他这个人本身现在会觉得跟你们之间其实还蛮有缘分的，所以这段关系以台面上来看的话，会有一个还蛮大几率，就是有可能接下来你们关系会有一个蛮明显的突飞猛进的进展，或者是说会关系里面稍微有点停滞，这个要看每个人接下来的因人而异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究竟他目前对我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会有更多的动作，还是会停下来他的脚步呢？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月亮牌。好，月亮牌的话呢，这个人其实他在心里面对于感情是渴望的，或者是说他在面对爱情的话，他是希望说可以遇到一个那个对的人，或者是说是可以跟他有更多来往，或者说会有一个交往机会的这个对象。那在跟你就是遇到了你之后，其实他一开始确实对你会有
比较抱持一种戒心的感觉，或者是说他也不太敢完全去相信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因为他也怕他自己会错意，或者是说他也会担心，就是这段关系后面会不会就是如同他可能前面遇到的对象，或者是说他之前碰到的人际关系的这个情况，那你后面是也会离开他。那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们是问朋友，这个人目前呢，他会对你还是有一点戒心，但如果说你们继续相处下去的话，渐渐应该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会越来越多，因为他的戒心会越来越放下，反而在当朋友选到这组的你们，跟对方变好的这个几率是会越来越容易，然后时间点会越来越接近。不会像爱情那么久，因为如果说像爱情的话，本身这个人他在看待你就是已经有一种防备性的心态。那最后期，如果你遇到这个人，他特别是单身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他到底跟上一任关系到底有拉开来，就是他们分开的时间有多久。但是可以非常肯定，就是这个人他目前有时候他在刚开始认识，应该说他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他多少还是会去关注他的前任的动态，或者是说去多了解他的前任的状态是怎么样，情境怎么样。那这个人本身面对感情，他会把它藏得还蛮深的。所以如果一开始他就愿意跟你讲他的感情状态的话，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细问，那他还是会愿意跟你说他到底现在单身，还是说是有忘不掉的人啊？因为他只会说有没有单身而已。那会不会有忘不掉的人，是在你们可能认识了中期的时候，他开始跟你之间有比较多的互动，就是从你们现在往前推到你们认识的时间点，中期的时间。你跟对方的频繁互动之后，那你问对方更细节的问题，其实对方会稍微愿意跟你分享一点，但是太多细节部分他不会说。如果说有愿意说比较多的话，通常那个人他讲出来的话，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你们要稍微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不是有符合逻辑，或者是说是跟他这个人的个性上面。如果说你觉得特别对得起来的话，然后他要讲特别多，你们对于说这个人讲的话稍微相信7成就好，剩下3成是你们要保持一个质疑的态度，因为他这个人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开始会逐渐，因为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慢慢的熟识，慢慢的两之间有更多互动，那么他开始就会有稍微对你放下一点心防，但是因为他对你还是会有一点好奇感，然后会蛮在意你他在你眼中，你在他眼中的，他在你眼中，反正就是说，在你的眼中里面，那他在你的想法或者说你的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他会尽可能把自己的样子表现出一种我想要被别人给保护。或者是说我的感情路很不顺，但是我很专一，或者是面对感情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伤害的那一个，或者是说两人之间为什么会分开，一定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那算是和平分开的。但实际上，这个人他在过往跟他的情感对象分开的话，基本上是在不愉快的情况下分开，不会到大吵，但是会是算是一个冷暴力，或者是说会有一点稍微讲的不愉快，或者说他们在谈分手这件事情，或者说谈分开这件事情，并不会把自己心里面真正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不满，或者说希望对方改进的地方，或者说对方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待等等之类的这些的想法的话，他并没有讲得太明白，他都是有所保留。那他有所保留的原因，只是单纯因为他害怕被对方过度的指责，或者是说，被对方给就是看不起，或者说被对方给抛下。那这个抛下的原因是因为，他蛮害怕说他的真面目会被那个人给散播，只是他单纯自己的自尊心比较重而已，所以他蛮会担心他会把他的面子给抛下。那这样子的话，他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尽可能去多在意他自己的状态，
或者是说那个人的想法，所以他对那个人就会有所保留。所以因此，原本这个人他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们就尽可能的，如果他真的讲的非常细的话，你们就是相信7分就好，就是对，相信7分就好。那剩下3分是你们要用一点自己的常理去判断。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本就跟你们讲都只有淡淡的，没有跟你们讲太多，他就稍微简单带过的话，那表示这个人还蛮有良心，因为他至少不会想要说谎，或者是说他至少会对说原本的感情，他可能也是因为还没有放下之外，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也蛮担心你可能会看不起他，或者说会对他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或者是说评价，所以呢，这个人他目前来看的话，他也有时候还是会把你跟他的前任，或者说之前失败的感情的对象的会拿来做比较，或者是说会稍微有一点重叠的这些的影像，或者说这些的想法，所以经常他蛮会呈现在一个犹豫不决，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跟你相处下去的这个想法在。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想法，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至少是在乎你的，那他也才会这么去愿意把他那些的伤痛，或者是说他可能面对于感情有一些比较不信任的地方，他才会愿意跟你们分享。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多少相信这个人，也不用到说完全对这个人好像就会有一种敬谢不明的这个态度。好了，继续往下看，就是他目前对说我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第3章的塔罗牌的讯息会是什么？小王子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呢？好，我们这边抽到是宝剑5。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是宝剑5的部分的话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的就是，宝剑5本身这张牌意味着说，其实在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他会很在意他在你面前的表现。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那在另外的部分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不要让你们关系里面有冲突。如果说当我们俩之间可能在观念上或者是说想法上面比较不合的时候，一开始他的表达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或者说当他可能要表现很激动的时候，他会尽可能的告诉他自己说，我要静下心来，我不能这么激动，或者是说我不能去伤害彼此之间的这段的关系，因为如果说去伤害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对于你或是对于他来说，都会是一个不好的感觉跟感受。所以很明显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基本上会算是还蛮在乎你们的感觉。那除了原本就有包含他自己本身的个性上的缺点，或者是说他这人个性可能或许本来就会比较在意身边的人所对于说他的想法，或者说对于他的评价。那特别是你们目前呢都一直有在保持着联系，或者是说都有互动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其实就会更加的去小心翼翼的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相处的方式。然后再很明显就是这个人其实他本身还蛮在意你们对他的态度，然后你们有没有记得他跟你们讲的每一件的事情，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本身的习惯，就是他讨厌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别人做什么事，他讨厌别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如果说他跟你分享过，他很希望你会记得，但是不偏不倚的，就是你有时候还是会稍微有一点落掉。那大部分就是可能好像有点记不住。那无论你有没有记住，那只要你有稍微没有记住一件事，他就会非常在意，因为他目前现在看待你们关系，就像他在面对说他之前失败感情，他会很怕同样的问题再次的重蹈覆辙，所以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心里面多少还是会有很多的防备心，就是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去拉长很漫长时间，才有办法走入到这个人的内心里面。那除了你走到这个人内心之后的那个敲门砖，
除了是时间之外，他跟你讲过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记得之外，然后两之间相处的那个观念跟观感，也都要非常的那个叫中文是叫做非常的接近，然后非常的相近，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他都有带着非常严格的态度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过程，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也可以以另外一个层面来知道说，本身这个人他在面对说我们这段关系，他真的是有所期待，然后他也是蛮期望你是能够完全符合到他心里面所渴望那个对象要有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那个条件。那当然，你现在这个人本身在他心里面就已经有50%以上是有符合到他要的条件，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是不足的，是不够的。那就会必须要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相处的这个氛围，或者说两之间相处的记忆，来慢慢的去增加他对于你的情感。其实这个人他蛮特别，就是他在面对于你们，他们为什么你们明明就50%以上的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条件，但是他还是愿意慢慢的去相信你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人蛮容易会日久生情，或者是说还蛮容易会因为跟这个人可能相处久了，就算并不是那么的爱对方，如果说喜欢，我们有一到100分，他对那个人就算他喜欢的程度只有70分，可是还是会愿意因为习惯的关系，那已经熟识了这个人，那他可能就考虑是不是要跟这个人交往看看，或者是说想办法把这个人绑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人本身在面对说承诺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勇气的。那特别是在你们这段关系目前来看的话，他也还不会想给予你们太多明确的承诺，或者是说还没有那么快的想要去进入到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比较稳定的那个状态。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目前这个人的话，比较多是在一个观望的态度，或者说还在尝试着跟你相处看看。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们相处一定要尝试着去做你们觉得是他所想要的事情。这个人他本身想要的爱情呢，并不是对方觉得好，然后就是去附加在他身上，他反而会希望是自己真正所需要的，然后对方能够给予及时的帮助、及时的照顾，甚至是他的心情是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到。所以一直以来在观察他的心情，或者说配合他心情的步调走的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的棒。那你也都有做到他认为在感情里面必须要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在关系里面呢，会蛮恭喜你们，就是你们跟这人之间其实算是还蛮有缘分。那因为我们又抽到命运之轮跟月亮牌，所以意味着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一定有一个前世今生的缘分之外，或者你们会算是一个想一下有一个词汇，就是叫做一个叫做那种业力伴侣的关系。所以你们俩之间是有一个业力伴侣的关系存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的相遇是一个今生必然会发生的，也是让你们俩之间必须两间都要去学习。所以你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对这个人本身不会有太多明显的感觉，你可能开始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蛮好相处的，但是你还是会保持着跟他一样有防备的心态。那在随着相处久了之后，你放下感情的时候，你是没有发现的。那在随着时间之后，等你发现到时候感情已经放进去了，那虽然可以及时踩刹车，可是你还是会不自觉陷下去。当你们俩之间没有见面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人想得比较普通。可是当两之间碰到面，实际上相处的时候，那个吸引力或者说那个缘分就会出现，那两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慢慢的产生了很多还不错的氛围，或者是说你就开始慢慢对这人产生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那其实对方对于你的话也是逐渐慢慢产生依赖的感觉，甚至他会更加觉得你们之间好像仿佛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就在你身上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就会莫名的想要去多接近你。那当他接近你的话，本身是不一定是有包含感情或者是说爱情，就一开始接近的时候跟你相处融洽，只是单纯把你当成是一般还蛮好相处的人，或者说蛮值得深交的人。那在随时间久之后，确实对你开始渐渐产生了很多的在意的感觉，或者是说对于这段关系是有很多自己私人的期待。这私人期待就是会希望两人之间可以有个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说愿意谈心事，或者是说可以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相处，但还不会到说想要有太多实际上肢体的接触，或者说一定要马上在一起。其实这段关系目前对他来看，如果说你们还没有交往在一起的话，对方目前他还没有急着想要在一起的这个想法。那比较多看起来是他只是单纯在意你们。那如果说你们是已经有在交往中的人的话，那关系里面，如果说你们真的希望见家长，或者是说双方的家庭有更多互动，这是可以的。但是要谈论到婚姻，或者说谈论到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的话，这个是目前他还没有想要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还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观察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目前对方对你们的关系的想法的话，算是蛮不错。那你们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后只是记得你们要多加的留意，就是对方他到底讨厌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别人做什么，喜欢别人做什么，然后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其实这人他在面对说他喜欢类型的人，他不会讲得太明白，也不会讲得太清楚。他对你讲的话只有60%。60%到70%是正确的，剩下的3到4成要你自己去猜。那你要如何猜得中？就是透过他的习惯跟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知道说他在对于另外一半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这人本身会多留一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会希望说他遇到的对象是能够跟他心意相通，或者说是能够观察到他的心思，他不需要讲太多，是能够马上就得知，或者说马上就可以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说可能随便讲出来一句话，就可以马上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很高兴是你一直目前都有做到，可是还是有蛮多的细节你们可能都不小心忽略了。但没有关系，就是反正你们现在听到了这一次的占卜的内容，那就是杨洋给予你们这个建议，你们就是接下来日子里面就稍微留意一下。好，那么继续往下看，就是在你们要该如何去促进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连结。好，我们先把牌拿起来。好，那这边的话呢，洋洋抽到的是这个。好，它可能画面有点暗，没关系。好，那其实在这张牌里面的话呢，首先天使想告诉你们说，你们要先去记得疗愈你们自己，无论是你们的身体还是说你们的心灵，因为其实你们在感情里面的话，很容易会因为感情患得患失，或者是说很容易会因为对方的一颦一笑，对方的任何的风吹草动，他们的举动都会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或者是说会去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作息。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蛮容易造成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的那个步调，或者是说你们生活中的最基本那叫什么健康状况会受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你们一旦身心灵开始有受到很大影响的时候，其实你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磁场，其实也会渐渐的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其实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基本上你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说，这个人他就喜欢比较自然的相处的模式，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多有点心思。那他其实如果你本身面对于感情的话，
或者说面对他，你有点太过于刻意，或者说太过于紧张，或者说有点不自然，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他不喜欢遇见，或者说不乐见，因为这就不是他所想要的一个感情的模式跟方式。所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讲，他更加的会希望说，你可以做到他觉得你是最自然，然后相处最好的那个样子。那当然，正常来说，我们面对说喜欢的人，怎么可能这样子？如果可以那么做自己的话，我就不会喜欢他了。他就是没有，但他没有，他不会想到这样子。那你一定要适当的包装你们自己，所以会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自己在面对说这份感情真的有没有办法谈论的没有人可以说，你们可能可以在洋洋的影片底下留言啊，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看看类似的文章，然后或者是可能可以上 PPT 啊，或者说像是迪卡上面，可能大家都会分享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你们可以办一个比较不会是只要你们的个人账号，可以在上面抒发你们的心情，或是说你们可以写个部落格，可以做一些的心情上的抒压跟分享。那其实当有人有透过网络上的关键字看到你的状态，或是说你们的这个情况的话，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想法，跟你们有所互动。所以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试着去调整你们自己。其实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较多的状况是来自于说你们自己内在的性格，或者说你们自己本身的个性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的发展。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多给你们这段关系一点信心，因为你们其实本身就已经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只是他自己现在还是有一些的课题要去面对，要去处理，他自己的心态要去做调整。那但是心态他如果说调整不来，你再怎么旁边推动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太大的帮助。你唯能够做就是你是他的快乐的泉源，因为从台面刚刚的牌中看起来，你们要变成是他快乐全员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努力的空间。那他其实也不排斥你们之间相处，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讯息。那我们再抽抽塔罗牌，看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给你们。好，远洋拿到牌了，来为大家抽牌，就是有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给选到左边第一组。如何去提升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连接呢？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好，洋洋再抽一张。好，圣杯7。好，那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希望呢，你可以继续保持着你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要有的态度。因为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就是说这段关系相处的态度是指说你有不能被触到的底线，或者是说你能够付出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到那样子，就是也不要因为这个人可能表现出什么样子，那你们就要是无止境的去去填补他的那个贪婪的那个黑洞。因为对你们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蛮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说对你们来说反而也不会去能够促进这段关系。因为如果说依照台面中的讯息的话，意味着这个人他虽然能够就是说你们对他的付出他会感激戴德，可是如果当你们习惯付出这么多，他也习惯一直接收的话，那么他也不会想要去珍惜你们。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个蛮可惜，因为后面就反而你们会变成是工具人。所以因此呢，塔罗牌跟天使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希望说你们还是要依然保持着你们应该要有的风格，但是他希望你们做到的，你们还是必须要去做到。那这样子其实随着时间久之后，这段关系自然而然就是
会有机会，或者是说会有很大的可能是可以继续推动的。然后再来就是圣杯七的部分，会希望说，面对说这段感情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多认识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多发展一下你们自己的兴趣。如果说你们真的不想去认识新的对象的话，你们要去多发展你们的兴趣，让自己的生活圈不要那么的狭隘，或者是说让自己的专注力跟注意力不要都总是放在这个人身上。其实你们是做得到，因为看起来你们好像有点你们觉得你们做不到，确实你们现在听的当下，你们会觉得你们做不到。那这边给你们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很想要做到去拉开，或者是说慢慢的稍微抽离，就是不要对他有那么患得患失的这个感觉，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建议你们可以多跟你们的朋友聊天，或者是说可以去多跟让你觉得心情好的人交流。例如说你喜欢可爱型的人，那你就多去跟可爱型的那个你喜欢的性向的那个人多聊天。那你们其实心情就会慢慢的变好，或者说你们专注力会稍微移开一点，或是你们就刚洋洋前面提到的，可以多跟你们的朋友交流，所以你们就能够慢慢的去带动你们本身的磁场。因为其实你们这个人本身在面对感情的话，你们会不自觉给对方很多你们满满的爱，可是给对方满满你们的爱，你们有没有想过，对方是不是能够同步的感受得到你们的认知、你们的用心？他感受到了，你们其实也还是很希望感情可以赶快有个结果嘛。可是对方现在目前就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是说他目前还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出来。那你们一直不断付出你们自己，其实这也是一件会让你们觉得很疲累的事情。一段感情里面，如果说只有单方面一个人一直100%的付出，其实久了心会累。那不好的状况之下之后，又会开始去怨恨对方。可是对方可能现在目前对你的态度，明明他就自己也有一点防备心。那你目前也听到这个占卜，你也知道了对方有防备心，宇宙也建议你要对他稍微有一点距离。那你们当然结果你们没有做到，那是不是你们要去稍微思考一下自己可能面对说感情的方式，一直以来是不是都重蹈覆辙在同样的错误里面？因为如果说面对于感情，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给对方，对方不一定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好，反而会觉得我们很厌烦。那不如我们是以对方他喜欢的模式跟方式跟他相处，其实这样也反而比较能够去促进这段关系。虽然你会觉得很难受，可是你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跟他在一起。那你只要想着你的最终目的，其实你就会觉得心里面会好受一点。你就把自己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其实这段关系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蛮大的机会，因为其实以台面上看起来的话，你们这个人本身其实应该还蛮渴望有一个可以习惯或者说可以依赖的对象。那这个人他只是在一个对你觉得想要谈恋爱时间点出现，可是对方的状态其实目前是还在调整中，所以只能说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遇到彼此，但是距离你们两人之间越来越好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越来越近的。那这个越来越近的话，还是要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去更加的努力，或者是说愿不愿意让你们就说你们愿不愿意为了这个人，然后为了你们自己的幸福，然后再试试看看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去和这个人相处。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在对于说提升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方法的连接，让你们参考。那老规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们抽到的那张牌，宇宙想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终于要公布答案了呢。其实啊，你们这边抽到的这牌是真的蛮不错。这个呢是新月，哇，它的看起来有点对焦，就有点失效了。好，这样子应该会好多。
好，洋洋放在这里好了。好，那么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算是一个新的开始，或者说对于你们这个人生来中会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其实接下来你们跟这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相处上，一定多少会有一些的摩擦，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说两之间一定会有碰到很多的风风雨雨。就是说，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已经有经历过一次断联的人，断联的话通常是指1个月。如果说你们已经有经历过1个月的断联的话，那接下来你们的关系其实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好。那你们如果说又按照宇宙所给予你们的建议跟洋洋给予你们的建议的讯息的话，关系是会越来越好的。那但越来越好的话，我们是看不太出来会不会在一起。可是如果说你们还没有经历过断联1个月的人的话，那你们要留意的就是这段关系接下来一定会有一次会让你们有种很痛心的感觉。那只要经历过了这一次之后，接下来这段关系复联了，就会算是一个浴火重生，或者说重新开始的这个机会。那这段关系其实就会两之间开始变得更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人来到你们的生命里，或者说现在来到了你们的爱情的课题里面，就要让你们去学习懂得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你们的感情。因为更多看来就是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就是希望你们的感情的课题是要有一个新的一页，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成长，去提升你们自己本身在面对说爱情里面必须要去看见的那个盲点。其实你们都很棒，只是一仔有时候会不小心稍微忽略掉了一些的细节，但洋洋相信你们其实会越来越好的。好，那么现在洋洋就临时改成用手机录好了，因为原本刚刚都是用相机，可是在相机呢，洋洋录了2次，它都没有记忆体都没有存进去，就显示读取错误，然后就洗掉了，不管怎么努力就都没有出现。所以洋洋因为有另外再额外加码给予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在你们能选到这组的人的话，可能会经历过一次的断联，或者是说会经历过一次让你们觉得非常痛心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抽到这2张牌，就是在塔罗牌宇宙所给予大家选到这组的你们的这个补充的讯息，也算是给予你们的加码。那首先我们先看到就在左边的圣杯4的部分。那圣杯4的话有2个，第一个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你们可以去多认识其他的人，或者说多去和其他的人做交流。如果说你们真的有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你们也想试试看的话，那记得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尽可能不要提到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也不要让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知道你可能现在有新的对象的蛛丝马迹的这件事情。就是洋洋相信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基本上你们不喜欢自己是当骗人的那一个，或者说其实你们会蛮希望自己是专一的。但在面对说这份感情的话，因为其实你现在虽然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就会容易变成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所以呢，你们也不要因为要为了这个人就去耽误了自己的幸福。所以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依照台面上意思是说，还是会希望你们可以试试看，但你们也不要完全去为了另外一个关系就完全陷下去，除非你们真的想要去离开原本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能说脚踏2条船，只是你多了一个选项而已。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继续的专心专意的在面对这个人的话，就像洋洋所提到的第2个办法，就是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如果说对方踩到你的底线，或者是说面对对方真的让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你要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你自己在对说上次的事情的真正想法。其实这个人他面对你的时候，
他的思虑蛮清楚的，所以不管发生多久事情，你只要稍微提一下，或者说稍微讲一下当时的原委的话，基本上这个人他都蛮能够理解，或者说他马上就会想起来。然后在面对这个人的话呢，尽可能的也不要发脾气，然后也不要说出一些可能会让这段关系变得很不好的话。就是说，这组的你们其实会知道讲什么话可能会去伤害到他，或者说会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所以有时候就算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再怎样有一天不开心，不该说的、不该讲的，你一样就是都放在心里面就好。你一定要去咽下这口气。就是说，在面对这个人的话，你们一定要尝试着，让你们自己不要完全的被对方给牵着鼻子走。那就是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冷淡的时候，或者是说稍微两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话题可以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稍微拉开点距离也没有关系，也不会太过于去影响到关系的发展，反而会是以退为进的方式，让关系有一个进一步的机会。那在旁边的钱币6的部分的话呢，那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给你们建议就是面对说这个人的话，尽可能的你们付出到你们能够接受程度就好。如果说后面对方所要求、希望你们所做的已经有超出了你们的程度，会建议你们说也不要完全的去符合到他，或者说完全的就是一直让对方可以无限上纲。一开始对方会对你们感激涕零，就是会感谢你们的付出，但在随着时间久了，他习惯了你的付出之后，其实他反而会比较没办法珍惜，后面开始会变成一种习惯，会觉得你好像每次都有办法帮助他，但事实上对你来说，这是一件你可能要额外花时间，或者是说也是你要额外花钱这件事情，是已经超出了你原本人生中所计划的这个部分。所以说，面对这段关系，你要尽可能的，你可以帮助对方，但是要量力而为。如果说是已经你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你一定要适当的让对方知道。那让对方知道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是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那同时又能够去把这个理由是他能够接受之外，也是能够去顾及到他的自尊心。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去变成促进这段关系。如果说你只是拒绝他，但你没有去顾及到他的自尊心的话，那反而会让关系变糟。但如果你有顾及到他的自尊心，他其实一开始可能会比较难以释怀，但等到那件事情过了之后，他就觉得是你情有可原，然后他反而也会觉得自己可能要更加油，自己要更努力，或者是说他自己要去调整一下他自己是不是哪些地方不够好。那之后会再去尝试着跟你们这段关系用不一样的方式相处。这段关系比较多的状况是你们需要以退为进的方式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千万记得一定要把握住你们自己原本有的个人的特色，因为对方就喜欢跟你们相处的你们的这个个人特色。那只是你们再稍微改进，或者说调整一下你们自己，对方希望你们做的，他对你们的期待所要做到的这个事情就好。好，那这句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的讯息。没想到这一段洋洋总共录了3次，所以之后不会用相机，一样就是会用手机。那如果说以上有帮助到你们，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我们首先来看到验证牌的部分，就是你目前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的想法。好，那么让洋洋来为你们抽，选到这组的人，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想法。好，这边的话呢，首先我们抽到的是钱币5。好，那么如果说是在钱币5的这张牌的话呢，
其实在目前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你来说，过往的回忆成为了你最痛苦的就说你现在心情上面最痛苦的杀手。其实你还蛮想要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这段的缘分，或者是说你可能本来会有考虑想去放下这段关系，可是又因为你们过往的相处的回忆，所以呢会让你们比较难以去真正放下，或者是说还蛮容易会去想起你们之间可能相处的点点滴滴，又或者是说你们曾经所相处的种种的缘分。又或者是曾经两人之间所一起经历过的各种的事情。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可能为了对方有扛债的情况。那不管说你们是否有为对方扛债，还是说你们现在是否有想要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保持距离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这段缘分目前对你们来说，本身呢算是想要放弃，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放弃，所以有时候难免可能会有抱持着一种忽视的态度，或者是说有点屈就态度。屈就态度就是你们现在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只想去听对你们来说是好的事情，例如说像你们可能去拜拜啊，或者说可能有求签，如果说有给你们更好讯息，或者是说有能够去安抚到你们心灵，可是未必呢那个讯息是最正确，不够现实的话，你们会比较偏向于说喜欢去听一些比较好听的话。好，我们来看就在第二章验证牌部分，你目前呢对说你这段关系的想法。好，这边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好，圣杯国王的话表示意味着说，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有的时候会难免比较钻牛角尖一点，或者说有时候你会有一点，把很多的过错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会觉得可能自己不够努力，或者说你可能在对这段关系，你是不是没有做到他所想要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哪个地方有做错，又或者是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因为自己做什么才去让这段关系变得不好？就是说你会将很多的过错放在你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你会把很多压力放在你们这段关系你自己的个人的上面，你反而比较没有去认真想过，或者说你可能比较没有去责怪对方的状态。但实际上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真的都是你的错吗？如果说你静下心来，或者说当你比较有恢复理智的时候，因为大部分选到这组的你们，可能大部分来说啦，都是比较没有在理智的状况之下，理智的状况之上，都是比较感性的去面对这段关系，或者是去想这段关系。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会容易判断错误。可是当你有的时候，你会在理智之上，你就用理智去思考，你就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对方会是有错的。那当你又变得很感性的时候，这段关系你就会反而觉得又是自己的错，就是你只会陷入在一个重复轮回的这个状态之下。好，我们看到第三章，你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抽到的是圣杯八。好，圣杯八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你真的还蛮想要、渴望呢去结束掉，或者说你真的还蛮渴望要去从这段关系离开。但是圣杯八这边的意味着，又代表着说，你有的时候啦，会比较有一点像是逃避现实的想法，或者说，如果真的当你有碰到会让你觉得是比较好听的讯息，或者是说是比较好的事情，是比较能去挽回这段关系的话，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钻牛角尖在那个里面。这是圣杯八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特别针对说选到这组的你们。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你们其实很努力想要去狠下心来去结束掉这段关系。那你们目前现在正在一个阵痛期间，可是当对方可能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又会开始有点回头，或者说你们又会担心，如果你回头，你真的放弃那个时候的那个当下，那对方回来找你的话，你又会很怕你会后悔。所以目前的心理的状况会呈现出一种比较挣扎，或者是说比较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
你们心里面的感受、感觉，或者说对这段关系的想法上面，其实会比较处于在一个矛盾的状态，要不要离开？那离开了，他回来找你怎么办？等等之类这些想法。好，那这边就是验证牌部分。那如果说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你可能不想听，或者说你可能觉得不符合的话，那你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组。好，我们先来收一下这3张牌。好，我们来看说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请月老仙君、白鹤仙童、宇宙告诉我们，目前选到第2组的这个人讲的那个人，对方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皇后。好，那钱币皇后的意思的话，表示说，其实目前他觉得你们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说，算是一个还蛮有安全感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在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们是有金钱上的往来，或者是说有商业上的关系的人的话，其实表示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里面，目前来看是比较不会有断联的情况。但如果说你们撇除掉，你们只是单纯是一个，有时候会见面啊，或者说偶尔会约出来聊天，或者是约出来见面的人的话，那接下来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对方的一些的行为跟举止，他对于你的关系的话，他应该基本上是把你列为在一个朋友，或者是说相处上面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没关系，我们来去看一下第2张的补充牌，应该说第2张的讯息，就是对方目前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好，看来就是我们钱币国王跟皇后都出现了。其实这边看起来就是还蛮不错，就是说他至少会认为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算是都还蛮有共识，跟还蛮有默契，所以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其实他真的都还蛮放松，或者是说他真的都还蛮能够做他自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我这边抽到的是权杖5。好，权杖5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那对他来看的话，会觉得有时候两之间相处会难免有一些的不融洽，或者是说难免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是两之间的相处的模式的话呢，算是有一种相爱相杀，或者说两之间如果说比较没有密切的往来的话，他可能会觉得相处上面的感觉会蛮舒服的。但如果说两之间又太过于密切接触，或者是说密切相处的话，对他来说会觉得比较有压力，会比较不知道他应该要如何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因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虽然我们同时抽到了钱币皇后跟钱币国王，但如果说，应该说，除非你们是有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顶多只是要留意一下对方他，最近是不是容易会跟你们吵架，或者是说有时候觉得你们之间相处会让他感觉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舒服，或是两之间很容易会因为自己的坚持己见，然后去伤害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是撇除掉在稳定交往中的人以外的话，我们这边不包含断联，因为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比较不会像是断联的情况，断联我们会只说1个月以上。好，那这边只要是在撇除掉对，洋洋的东西掉了。好，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先撇除掉稳定交往中跟断联以外的关系就是说这2个关系的话，那剩下的你们，其实这个关系里面对他来讲，
他会认为两之间如果说保持一点距离，或者说两之间是有存在着某一个共同点，其实就好了，因为他会还蛮享受跟你们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或者说还蛮享受你们俩之间互相合作，或者说两之间有共同想法，或者说是有共同的判断事情的准则的时候，这个部分对他来说会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或者说是也是他比较乐见的。可是如果说当两之间密切接触，或者说密切的交流的话，对他来说这个部分会比较像是有困难的，因为他觉得两之间其实还蛮常会有一些的摩擦，或者是两之间的观念不合，或者两之间的习惯上不同，或者说在判断事情上面难免会因为个人的成长背景，或者是说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心思，或者说个人对说这段关系的不同的期待，那这样其实就容易会造成关系上面的一些的冲突。那其实他就还蛮希望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要有一些太过于太多的接触跟相处，所以最近的话，你们要留意，就是千万不要跟这个人有些的不愉快，或者是说吵架，因为如果说一旦跟他有争执的话，其实蛮容易会造成断联。因为我们虽然前面抽到2张都蛮不错，都是钱币国王跟皇后，可是因为我们抽到一张权杖五，所以其实看起来呢，选到这个的你们大概会有2到3个月的期间内，好，我们就讲3个月以内好了。从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的3个月以内，千万记得不要跟对方吵架，不要跟对方有争执。他有惹你不爽的地方，你顶多就是先跟他讲说不想讨论，或者说你希望等彼此之间的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不要那么高涨的时候，再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当2人之间的其中一个人情绪上面比较不稳，或者说情绪上面比较高涨的时候，蛮容易让这段关系会走向一个不好的方向，那这样容易真的会造成断联的情形。断联中的人的话，洋洋会认为，如果说你们是断联1个月到半年以内的人的话，因为其实断联对于说选到这组你们有可能，如果说未来你们3个月以内又有吵架的话，你们就真的会变成断联。那你们又回来重新看这支影片的话，就会符合到断联状况。那如果说只要是在断联1个月以上到半年以内，就是6个月，1到6个月以内的话，这段关系他就会比较蛮想念两之间美好的那个时刻了。那只有回想，就是说蛮想念美好的那个时刻，但其余的他都会想到很多两之间的不愉快，或者说两之间在个性上差异，或者说两之间在想法上、理念上可能是会比较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撇除掉任何的关系，只要你们好。应该这么说才对。如果说你们所喜欢的那一个人，他是属于比较阴性的，或者是女生我们不要讲女生，就讲阴性的那一方。只要是阴性的那一方，如果说你们关系上面有不愉快的话，或者说你们还没有确立关系的话，表示呢，对方他是有其他的考虑，或者说其他的考量。其他考虑跟考量的表示说，先喝个水。好，对不起。那其他的考虑跟考量表示说，他可能会想要考虑其他的人、其他的对象，或者说他除了现在很专注在他的人生目标、跟他的工作，还有他的朋友交友圈之外呢，那大部分时间来说，他都会想要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想要去看看有没有更多其他是符合他可能在择偶条件，或者说想要交往对象的那个条件的那个人。所以呢，你要非常留意，就是可能这个人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动态。这个人他通常如果说是属于比较阴性的那一方的话，他对说他的私生活
其实都会有一部分的保留。不要看他表面上是怎么样，其实他私底下跟他表面上样子会有一定的落差，所以你们要留意一下。那如果说是属于阳刚的，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是属于比较阳刚的那一方的话呢，那这个人会比较容易跟他曾经就是说他的前任，或者是说他有曾经喜欢过但是没有在一起的对象的话，他都会一直盘旋在或者说周旋在那一段关系里面。不过周旋的这个时间的运用的话，其实还蛮少的。大部分他会蛮着重在说他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说他个人现在可能对于他的人生的目标，或者是说他的理想，或者是说他人生这种方向。因为阳刚的那一方的话，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他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的想法跟他一定的目标在，那他只是比较不会去表达，或者说比较不会去明确的说出来，但是他私底下呢还是有默默的在努力。那他默默在努力的状况下，也是因为他很渴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说自己也是能够有一个避风港，或者说有一个以后啦，他可以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他的人，或者是说可以在一起的对象。那再就是这个人本身，其实他心里面是真的还蛮想要谈恋爱的，所以如果说他有遇到一个真的有符合到他所想要在一起的那个对象，那你们彼此之间又是单身的话，对方就有可能会抛弃你们，或者说会抛下你们，然后去跟那个人多接触、多相处，或是就会想要去多跟那个人有交流，那就有考虑要去跟那个人交往在一起。这个是在选到这一组，你们如果说对方是属于阳刚中的那一个人的话，好。那这边我来看一下，就是说宇宙呢想要给予说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建议是什么？你现在收这3张。好，我们来看一下，请宇宙告诉我们，天使告诉我们，那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那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一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牌的含义。好，那这一张的话意味着说，最近，因为如果说你们本身呢，是有养动物的话，那么就是养宠物的话，那人类不算。好，那就是如果说你们就是本身是养宠物的话，那你们就是可能可以多和他们接触啊，或者说多和他们相处，或者是从他们身上，你其实可以得到一种疗愈的感觉。那如果说你们本身可能就像洋洋一样，洋洋非常想要养兔子，但是因为洋洋的生活空间比较小，然后就是房间的温度通常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可能比较不适合兔子的生存环境，所以洋洋就没有养兔子。因为洋洋会很爱宠物，所以希望如果说没办法给他好的环境的话，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做养宠物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像你们跟洋洋一样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们可能比较没办法去养宠物的话，你们可以跟洋洋一样，就是手机里面可以想去看一些你可能很喜欢的那个宠物的照片啊，或者说那方面的影片，其实还蛮能够去疗愈着你们的内心里面的状况。无论说当你们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那些的影片。所以像洋洋本身平常还蛮喜欢去看一些关于兔子的影片啊，或者说照片，然后手机里面存超多兔子的照片，然后真的很爱兔子，还有土拨鼠，对，就是这2个动物，洋洋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在对说选到这组你们，其实当你们拥有跟宠物相处的这个时光，这个时刻，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能够疗愈着你们的身心灵，是比较能够去激发你们的那种怜悯心，或者是说同情心，又或者是可能对说这个世界，你们会感觉到是比较有连结的这个状况。好，来看一下塔罗牌
想要给予这个宇宙讯息建议着你们这个补充的内容是什么？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钱币侍者的话，其实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这段关系，会建议你们啦，如果说你们真的可能没办法放下对方的话，你们要去专注在你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或者说你们人生中的方向。你们应该要放下你们的脚步，不要那么急着说一定要去离开对方，或者说不要说你一定要去忘记掉对方，然后就去做很多你人生很大的改变。其实基本上这些的动作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例如说，像是有人觉得我为了去忘记掉一个人，或者说我为了去放下这段关系，我就是女生可能有的女生啦，可能会去把原本留得很长的头发，你就突然把它给剪短，这是一个蛮可惜。一开始你会觉得好，我换了很新心情，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但实际上，等你们又过了一阵子之后，你们又会开始去忘不掉对方，那你们会开始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当初要把头发给剪掉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你们是用错方式。其实，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如果说真的很希望可以去抽离对说这段关系的感觉的塔罗牌的建议的是告诉你们说，放慢你们的脚步，去享受你们目前生活中当下的每一刻。那你们可能想要一直来都去做什么，都还没有去做，或者说总是没有办法顺利的话，那你们可以去找一个新的方法、新的管道，然后重新的去调整你们自己的步调，重新调整一下你们一直来说想去做那件事情的方式。当你们选择用新的方式去面对说你们的人生的话，你们会发现到自己其实蛮能够去放下这个人，只是放下一个人真的很需要时间跟很需要方法。那选要这种你们的方法是疗愈你们自己内心里面所想去做跟没有办法做完的事情，然后你们确实放下这个人还蛮需要漫长的时间的，但是你们漫长时间里面是要找一件事情去让你们转移你们的专注力，所以你们现在不妨可以重新去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你们一直都很想去做的。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的补充牌是什么。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战车牌。好，那其实这边也是相同意思，就是在你面对你这个人生，你现在目前这段关系的状态之下的话，不要总是那么急着冲动去做决定，或者说不要那么急着说你一定要为了改变而改变，因为真正改变是通常啦，一个人的改变不会在你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之下而发生，一定会是在你享受你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去享受你的生活的那个当下，你才会发现到说原来我怎么变了，或者是说我碰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什么样的经历，我的转念之后，我的人生的方向，我人生的态度，我人生的模式也跟着改变。也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要能够去改善，应该说要能够去改变这段关系的话，对你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享受你们生活，然后好好的享受你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为牌面上看起来也没有说要你们一定去离开这段关系，只是想要建议你们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一定要先去疗愈你们自己，然后先去找到你们人生中的方向。看起来你们蛮容易会为了这个人有点患得患失，或者是说会去改变你们可能一直以来的底线，或者是说会去改变你们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期待自己所想要去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的事情，你们会一直不断去延后，然后只是为了去符合这段关系，然后只是为了能够去照顾得到对方，可能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能够去挽回他，或者说能够去让他更在意你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会想要去尝试，都会想要去做。可是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你们会容易去忽视掉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或者是说这个决定是不是失去了你们个人的特色，或者说失去了你们个人的个性。那只要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蛮容易会去
让对方比较不会去爱你们，或者是说对方比较不会去珍惜你们，那这段关系就会容易变成是走向一个两人之间都不会有结果的状态，或者说两人之间可能后面就会有点分离。所以希望记得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尝试着去过你们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说尝试着去做你们一直以来都想要去做的事情。好，那么来看到就是说，在你们抽到的那一张牌呢，宇宙呢会想给你们的讯息。好，那就要是如何你们去提升你们自己的本身这段关系的连接，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的不愉快，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的一些的摩擦，已经逐渐的在影响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连接。洋洋先喝个水。好，那这段关系的连接的话呢，会因为你的磁场变得不好，那就会影响到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进展。但是很明显，就选到这组的你们，宇宙更想告诉你们说，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人不适合你的话，无论你爱不爱他，你都要选择放下，选择离开，选择去用一个新的方式去面对你的感情生活。因为很明显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得不到对方的关爱，你得不到对方的呵护，你看不到彼此之间关系的未来。那就算对方有愿意答应你，或者说他有想去做，可是也都只是嘴巴上说说，他并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到。他很在意，就是说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期待，所以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这组人里面有一部分，你们应该去，如果说你们本身是有去庙里求签的话，有的神明应该会告诉你们说，或者说你们抽到签会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是还有可以坚持下去的机会，或者说这段关系是要等到过了一个时机点，那就会有出现一个转机。如果说你们有签诗的话，建议你们再重新去看一下那个签。这也是你们如果说有去拜月老或者是妈祖的人，抽到的那个签的含义跟那个签诗，你在理解上面有一点错了，建议你们要重新的去看一下签诗的预言的故事里面，跟你当初所理解的，你会发现到有明显的落差。这是在这张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这个讯息。那如果说你是撇除掉属于东方文化的信仰的话，你们是属于比较西方的信仰的人，建议你们可能就是可以多，就是对说你们的西方的信仰的做一些的祷告，或者是说多去和比如说牧师啊，或者是说可能在这个宗教领域里面是比较资深的人，或者说感应上比较强的人，你可以跟他们诉说你的烦恼，他们所给予你的建议，应该不是很中听，但他的建议却是最正确的。所以建议你们就是可以多和那个人聊天，或者是说可以多和那个人有一些的互动，可以把你们的烦恼跟他说。那基本上的话，他就会给予你们一些蛮不错的回馈，或者说一些的方法跟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然会觉得，就是说选到这个人应该还蛮想要知道，究竟你们这段关系会不会有个结果？那我们洋洋来为大家来抽一下这个额外加码的讯息。好，这是只有这一组目前，因为第一组好像不是抽这个。好，那请宇宙给选到这组的人，请问这段关系他们会不会有结果呢？会不会有结果？好，那这边好像抽到的是钱币2。钱币2的话，如果说在会不会有结果的这件事情上，应该说有结果几率比较低。那
你们会认为洋洋讲出这句话，意思就表示说那个几率低的意思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小的几率是有机会有结果的想法，对不对？那杨先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代表说，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是否会有结果的这件事情的决定权是在他身上，不会在你们身上。可是在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本身可能会比较不想去破坏掉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和谐。如果说他的生活重心里面当有出现更加符合他的人的他心中的那个人的条件或者说形象的话，然后那他的生活重心就会放在那个人身上，你就会被他给冷落了。那如果说他的生活重心会比较放在他的工作、事业跟财富上面的话，你就会被他给冷落了。你们这段关系就会永远在这样的一个纠缠下去，对方本身也懒得再去跟你解释太多，那你这段关系就会一直持续拖着，就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基本上想要就是钱币2这张牌的话，这段关系就是不会有一个结果，会一直停留。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讯息，再抽第2张。想要第2组牌组的人，是否这段关系会有结果呢？好，我们这边画抽到是宝剑四。宝剑四的话，也是不会有结果。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坚决的坚持在这段关系的话，会比较像是说，这段关系你们有时候啦，如果说你们得不到你们现在心中想的那个人的关爱，你们有时候可能会想要去找其他的安慰来去填补你们内心里面的空洞，或者说你们内心有空虚感。但当你们这个空洞跟空虚感有被满足的时候，你们又会去离开那个你们所谓的工具人。对，因为工具人会比较符合这个这个状态，这是一部分的人。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会去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的灵性，你们会觉得可能提升灵性这件事情是能够去提升你们这段关系，但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就是不要因为会认为提升灵性就是一定会让这段关系会有一个改变的机会。例如说，像有的人可能会去跟别人买什么开运蜡烛啊，或者是可能会花钱在这段关系里面。那基本上你们无论花多少钱，如果说是有在做法术的，你们去找会做法术的，那确实对方会有回心转意的机会，或者说可能会有关系的改变，但你们就会被法术的力量给反噬，你们要留意一下。那如果说你们没有做法术，只是单纯去找一些可能灵力很强的老师，他们可能卖一些什么开运上东西，或者说什么蜡烛，刚开始会有效，后面就基本上没有效了。无论你们再花多少钱都是一样，就是不会有效，关系就是会是维持在那个状态会维持在你们现在关系不好的这个状态，所以会反而建议想要在座的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不会有结果。那这段关系呢，就是会建议你们，其实放下会是一个最好的决定，离开这个人才是最适合你们的。就像是你们前面的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你们本来就是会想要离开。那其实离开对我们来说，虽然很痛苦，虽然很折磨，或者是真的蛮不知所措的。可是如果说你们真的不离开的话，那你们是不是就会离你们真正的正缘会非常的遥远呢？没关系，那洋洋来帮你们抽一下。好，这也是给予选到这组的你们一个额外的讯息，煞必死。我们来看一下选到这组的你们，就是说在遇到你们的正缘的下一个时间点会是什么时候？等一下，洋洋来拿一下，就是应该说这个是额外给你们的讯息啦。那当然你们可以就是当做参考就好，也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听，因为
你们其实这组的人还蛮渴望可以遇到一个拥有你们真正感情的对象。你们有一部分其实还蛮理智的，就是你们很清楚自己想一段感情，但是你们就是觉得说，就是没有遇到新的人啊，那真的要离开，其实对你们来讲很困难。那其实只要有新的人的出现，如果说有符合到你心中的条件的话，你们其实还蛮想要赶快飞了，就是想要飞到那个人身边，想要认识新的人的身边的部分。好，那希望呢神谕卡来告诉我们，选到第二组的人有符合他们条件的正缘的话的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遇到那一个人。好，抽到的是这一张1年有点久，你必须远离。好，那边其实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应该说等到你们真的完全去离开你们的这段缘分，就是说你们这个一直都没有结果的问的这个人的缘分，当你们真的离开这个人的时候的1年后，才会遇到你们的正缘，符合到你们条件的人。所以很明显就是说，你们真的还蛮容易会一直陷入在这个感情里面，你们会把你们一直关在这个关系里。那明明这段关系里面不适合你们，或者是说你们也很明确的知道这段关系可能比较难有结果，可是就会一直不自觉陷在这个关系之中。那对于这样牌来说，你必须远离的意思就是，只要不要有什么联络，那你们还是偶尔会去想这个人是没有关系，是会算在这个1年的等待时间里面。所以就从你们看到的这支影片，只要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没有为了这段关系做什么任何的动作，然后当对方来找你们的时候，也是淡淡的回应，也没有抱持着任何想要发展下去的想法，或者是说没有做任何的行为的话，那就从这支影片的1年后，你们就会遇到那个对的人，或者是说有符合到你们所谓条件的那个正缘的对象。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选到这组第2组牌组的朋友，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说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摩羯月的牌。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就是在验证牌地方，就是你目前呢对于你们这一段关系的想法。好，那我们来希望塔罗牌可以选到这组的人，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的话抽到的是宝剑5。宝剑5的在这段关系含义里面的话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对方讲出来的话会比较强势，或者是说他有一点想要去控制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相处的模式，又或者是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话，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就是说，要怎么讲？就是说，对这段关系，当对方可能出现一些让你们觉得比较不舒服的举动，或者是说让你们可能对这段关系感觉有一种不舒服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不自觉想要怼回去。怼回去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会想要跟对方对抗，或者说你可能会想要去用把这段关系的
的主控权拿回来，或者说你想要去跟对方吵架啊，或者是你想要明确的表达你们的想法，其实比较多像是你其实有时候你跟对方相处的摩擦，你只是单纯希望他可以去理解你的想法，但对他来说，他又希望你可以去接受他的方式。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你希望他理解你，就是你会希望他可以想知道说你是怎么做，然后能够去符合到你的期待，这是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说，就是他的部分的话，会希望说你可以去遵循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或者是说你可以去遵循他所希望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个方式跟模式，就是说两人之间容易会因为关系上的相处上面是没有一个共同点，或者说关系相处上面是没有彼此之间都想要，就是说两人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一个期待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要留意一下。不知道有的人是那种，有的会因为跟对方之间要吃什么，然后这边很容易会有一些争执跟吵架。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为这种事情吵，这是一个蛮不需要去吵，或者说蛮不需要去有争执的这个状况啦。对，就是在特别针对，不知道为什么想看到这张牌，有人会因为晚上吃什么啊，中午要吃什么，或者说对方为什么吃那个东西，可能就会不自觉有点不爽，或者说可能有人就是你的东西被对方给偷吃，或者是对方容易就是吃东西不付钱，然后都你在出钱，这件事情好像蛮不爽的。对，好，那最后再下一张就是权杖6。好，权杖就意味着说，其实关系相处上面，如果说撇除掉两之间的意见不合啊，或者说想法上不合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还相上面蛮愉快的，或者是说对方其实跟你相处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关系里面的话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透过外在的事情，或者说外在的力量，或者说身边的人来去巩固好，或者说来去帮助你们这段关系。然后再是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容易会仗着这段关系里面相处还蛮久了，或者说对方对于你的信任，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踩到对方的底线，或者是说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利用这段关系的筹码，然后来去试探对方有没有在乎你，或者说对方会不会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用一种比较偏旁门左道的方式，或者说比较算是不好的方式来去掌控着，或者说想要去验证这段关系到底对他来说有多重要。那刚好这个人每次的反应啊，或者说这个所带给你的感觉是还蛮符合你觉得是有机会的这个想法。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2的正位。对，就是宝剑2的部分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应该是有其他考虑的人，或者是说你有在考虑着这段关系是要往什么方向走，例如说你可能想要放弃，或者说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你要去转移你在对说这段关系的重心。那如果说不是你的话，就表示这是对方目前的想法，他可能有点考虑其他的人，或者是说他要考虑他生活重心不要再只有在你身上，他想在别的地方，或者是他现在很专注在他所想要的人事物上。那其实在这边看起来更多的讯息就是说，你或者是对方，至少其中一个人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是有蛮多的不满，然后会有考虑要选择其他的人，对，或者说现在生活中已经有其他的人可以选了。
那只是可能那其他的人的相处上面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或者是说相处上还没有那么多的不愉快，所以或者说那种感情的基础点还不够深，所以就会停留着，还没有想去做决定。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啊有符合，或者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目前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好，请问选第3组摩羯月牌组的朋友，心中想那个人呢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9。好，那不晓得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就是两个人之间是真的在关系之中，对方蛮常找你们诉苦的。如果说对方没有很常找你们诉苦的话，你们可能要去多关心这个人，因为目前的他来看，他觉得他是无心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抽到就是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最近对方应该回复你们的频率，或者是说你们能够见到对方的频率，会逐渐的降低非常的多，或者是说开始会觉得对方的态度上面会有一点阴阳怪气，或者是会有一点觉得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甚至有的人的话，他可能面对于你会本来无话不谈啦，那后面开始变得是对你语塞保留、语带保留，你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就会开始产生很多那种紧张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开始会有一点茫然，或者是说本身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人，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去引导他说出来。那很幸运，有的人比较幸运，就是对方可能会直接讲出来，他可能现在心里面的不满啊，或者说心里面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希望可以找个人倾诉。那比较幸运的人的话，就是对方他可能就会这么做，但基本上蛮少的。有的话，你可能要把握一下，表示你们在对方心里面依然还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地位。好，我们看一下第2张，他目前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我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钱币侍者就意味着说，本身对方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蛮希望两之间尽可能的不要断联，然后两人之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暂时保持一个距离。但是这个保持距离的状况之下呢，双方之间又不要有太多的不愉快，或者是说又不希望这段关系里面的两个人的相处尽量啦不要有摩擦，然后你可以持续的对他好，他可以无条件的接收你对他的爱，或者是说你在对说他的奉献。那本身这个人呢，他是还蛮在意跟在乎一段关系的长久，所以当这一段关系之中，如果说你们可能俩之间认识不够久的话，他蛮希望俩之间可以就是继续相处下去，然后可以在一个保持完美距离的情况之下，可以继续的维持着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认识了还蛮久，这边还蛮久，意思就是大概有2年以上。如果说2年以上的人的话呢，会对他来说，两人之间的联系的时间的频率跟差距，可以不用那么的短，他希望可以多一点，
或者说频率之间可以再稍微减少一点。也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他蛮希望两个之间可以暂时各过各的生活，或者说可以暂时把心思专注在自己所想要的那个事情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的牌，好，看有没有讯息。如果有的话就继续说，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再来补充。好，那对方呢，目前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这边的话抽到圣杯皇后。圣杯皇后的话，这边的意思呢，看起来啦，就是说，对方认为你们在他身边，或者说你们态度好的时候，还蛮能够去安抚到他的内心的深处的受伤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内心里面对于感情有比较害怕的那个部分。那这段关系其实大部分来说，他会蛮自私的享受你们对他的好，可是他可能比较不会给予你们相对应的回报，所以你们千万要留意跟小心的，就是接下来对方所对待你们的态度的话，那他是不是容易的会对你们有一些在情绪上的勒索，或者是说会想要去绑着你们在他身边。如果说当你们特别表现出来，你们可能有一点想去放弃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可能想去放下他的话，或者说不理他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开始找方法把你们留在他身边。那他把你们留在他身边找方法的这个前提之下，并不是因为他多喜欢你，或者说他多爱你，或者是他没办法失去你，而是因为对他来说，基本上除了有安全感之外，那你们是能够愿意去吸收他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是比较能够安抚到他内心深处的内在小孩，或者是说他所受伤的那个情况，那个的心灵。所以更多来看是他会利用你们的感情居多。那如果说我们再搭配前面的2张牌的话的讯息，洋洋会认为有一部分的人，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只有在网络上认识，还没有见到面的话，对方应该本身是假账号，你们要留意一下，就是他本身只是来诈骗你们的。那如果说你们都有见过面，然后也是好，见过面的话表示你们可能不是在同个生活圈，但是你们还是会因为很在乎彼此见过面的话，就是对他来说这段关系他可能还忘不掉前任，或者是说他还没有办法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稳定的承诺，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一点比较逃避的心态。那如果说你们是都固定时间会见面，或者是说你们是稳定认识中的人都会有互动的话，你们要小心，就是这个人他最近是不是有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那这个新的人、新的对象有可能之后会取代你的位置，或者是有可能会变成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未来如果有断联的一个导火线，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对方可能本身被对方给吸引住了，所以你们千万要留意，就是选到这组的你们大概会有这3种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讯息，就是对方他目前就是我刚刚提到他的重心，他目前的重心在哪里？这算是给这组牌组的你们一个补充的资讯，好，一个额外加码的讯息。他目前他的重心在哪里？他要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4，钱币4意味着说，他最近应该蛮在乎他的薪水调整的幅度，
或者是说他年终的考核的成绩，或者是有的日商公司可能会有一些8月份的红利，他蛮担心的，或者是如果说本身是做业务的话，他蛮担心他的业绩的状况，所以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说，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把心思放在你们身上，因为他蛮重视他的钱财状况，所以也蛮符合啦。如果说有人真的是碰到诈骗的话，对方蛮渴望可以从你身上赚到钱，所以你们要留意一下，就是不要被诈骗了。那如果说就是不是诈骗的话，就表示对方只是单纯的为了他的工作而烦恼，或者说为他的薪水而烦恼。有的人好像有点有因为在法律的有因为法律的事情，那可能就是有赔掉一些钱，那可能那些钱的金额对他来说蛮巨大的，蛮巨额的，所以他心里面蛮孤单的，蛮想要谈感情，但是因为他本身债务啊，或者说钱财状况真的蛮差的，工作上可能也比较不稳定，那他本身可能就会蛮痛苦，或者是说蛮在乎他的状况，所以就比较不会把心思放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宇宙呢想给予你们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建议，请天使可以选到第3组摩羯牌的朋友，建议是什么？好，那就是这一张，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一张的含义的话，好，那这张的含义的话呢，会蛮建议你们一定要找回你们内在的自我，或者说你们个人的情绪，就是说你们可能本身比较容易啦，被这个人的情绪牵引着，或者是说这个人的任何的举动，他的风吹草动，可能都会去影响到你的心情，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所以天使还蛮能够希望你把你自己给找回来，因为你们其实蛮清楚知道你们人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物质的状况，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情形，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人生，你们是有一定个人的目标在。可是难免有时候你们会因为这个人的态度，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可能要多认识谁，或者说按谁的赞，在谁那边留言，这些再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会觉得完蛋了，这样关系就是没结果，或者说可能就会容易的跟对方有一些争执跟吵架。所以就是对方他有时候无心的一些的举动跟行为，会造成你可能在对于你自己自我的否定，或者是说在对于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放不下的事情。这段关系的话，会要留意，就是不要被对方的思绪啊、情绪给绑架了。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塔罗牌所想要给予选到这组的你们，宇宙的补充的讯息是什么？我们来抽一下。好，我们抽到了恋人牌。恋人牌，大家看到这边不要那么的兴奋不要那么高兴，因为恋人牌在这边的话，并不是代表说你们要跟对方在一起，不是，而是你们要去找回你们在对于说爱情里面的初衷跟渴望，然后你们要去找到你们为什么想要谈恋爱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在面对爱情里面，你们的真正的想要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去多认识你们自己，然后再重新的思考一下，就是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正想要得到是什么？
那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段关系没办法让你们得到你们所想要的话，就建议你们可以参考天使所给你们的讯息，就是做回你自己，找回你自己的初心，找回你自己的就是说你对说这段关系你真正所期待的事情。因为你本身啦，有一部分的人是可以透过性的方式去离开，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性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能够去忘掉那个人的话，有部分的人可能会透过性的方式是比较能够去走出一段感情的，所以你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那你们可能不一定就是会有一个那叫什么承诺。对，那如果说你们本身可能对于性这部分是没有太多的渴望的话，就是说你们可能不会透过性来去忘掉一个人，那意味着说你们一定要去找回你们自己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想要谈感情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们对于说这个人的执着啊，对于这个人的放不下的原因，是因为你跟这人之间相处是能够带给你激情的感觉，但这激情的感觉却只是感觉，就是说这个激情的缘分跟感觉呢，并不是代表对方就一定是你的正缘。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是看不出来到底对方是不是你的正缘，但至少就是抽恋人牌这边就是想告诉你说，不要因为你习惯这个人，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有符合到你在对于说择偶条件这个部分，或者是说觉得跟对方相处上面是有激情的感觉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你就完全的就是舍不得离开对方，或者是说一直陷入这段关系里面，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对的，因为你有点像在自我催眠，因为你其实是能够离开的，只要你找回对说恋爱中的初心。因为当你找回你对说恋爱中的初心，或者说你找到你自己所想在恋爱中表现的样子的话，当有一个人可以愿意去接受你的这个性格，其实你就会很容易的沦陷。所以你真的不是没办法离开这个人，而是你会自我催眠。好，那么继续往下看补充的讯息。好，补充讯息的话呢，这边抽到是钱币7。好，钱币7的话，意味着说，你们真的要去找到你们自己生活中的重心，或者是说，怎么讲？不要去找一个新的人，而是你们要去找一个生活中的重心，让你们可以转移你们之间的注意力。如果说你们喜欢赚钱，去找一个可以让你觉得有赚头的事情，有可以赚到钱的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很潜心的研究那个东西那件事，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生活中如果说去旅行，或者是说换城市，或者是说换工作这件事，是比较能够去让你们找到你们自己，或者说去让这段关系你觉得离开是能够去做得到这段关系的推动的话，你们就听信你们自己的直觉。因为这边的恋人牌呢，也可以是说你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信仰。当你愿意去对你自己诚实面对说感情的话，其实内在的你会引导着你去做一个真正正确的选择。但这个真正正确的选择未必是你现在心中所渴望的，这只是未必啦，不一定50%的几率。但大部分来说，你心中有自己给你的答案的话，通常是正确的。好，这个杨觉得说选到这组，你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讲起来会有一点不真实。我们来抽2张牌。好，请问，如果说他们问他们的内在，但出现模棱两可的答案的话，他们该怎么选择？请给杨2张牌。如果说真的出现模棱两可的答案的话呢，
这边有2张牌给你们选，请你们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好，我们先把后面的拿起来，不要去影响到你们好了，怕想看到猎人牌太开心。好，那你们就是感受一下这2张牌，就是当你们觉得静下心来，你们很混乱的话，选择其中一张，你就是问你们自己，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说你应该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方向。对于说这段关系，宇宙给予你的方向是什么？2张牌选择一个，阳计时15秒。好，选择好了哈。好，那选择好的话呢，我们就来抽最右边的好了，先从最右边开始。好，最右边的话，我这边抽到的是钱币10。钱币10的意味着说，建议你们啦，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不一定要去离开这段关系，但是你们要去多跟你们的家人相处，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是同事之间的关系的话，千万记得以团体的合作的氛围、气氛为最主要的考量，不要让整个团体的氛围、气氛变差。如果说你们是在同个团体里面的人，无论是工作啊，或者是所谓的团康活动，或者是什么桌游的伙伴，或者是什么打高尔夫球啊，或者是排球、游泳的团体，你们就是不要去破坏这段关系，破坏这个团体里面的和谐气氛，继续跟这人相处下去。只是你的重心要放回到你的家人，或者说放到你个人的成就上，或者你可能现在在对于某件事情上面，你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的话，你就放在那个事情上面，这个就是你最好的方法。那这段关系呢，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其实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做了，宇宙就会给你答案了。答案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让你伤心，就会是答案。当会让你伤心的时候，这段关系就不是你的。但当对方不会让你伤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的选择坚持下去，看到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刻。好，最左边，左边这句话，权杖2。权杖2的意味着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呈现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只要你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离开对方的话，就继续待下来没关系。但是你们一定要去改变你们生活的态度，可以去多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使用交友软体，或者是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你们要透过这些方式去认识新的人，不要透过朋友的介绍，因为透过朋友的介绍的话，你们反而会觉得不自在，或者是说反而容易让你们自己本身的状态不好，或是也就算再出现好的对象，你们也没办法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所以呢，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其实比较没有，其实会比较不希望你们坚持，因为你们其实算是说真的走不出来啦，所以才抽到权杖2。可是权杖实际上他一直还希望说你们要动起来。当你们看到值得适合付出的人，或者说他们看到个新的感情的猎物的目标的时候，就是多尝试看看，也不要去局限你们自己，然后就是不要死守着现在目前这一段可能比较没有缘分的关系。因为看起来其实如果说真的选到这一组的你们，这段关系要有一个结果基本上蛮困难的，或者是说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没有到不可能，但是有很多需要去努力的空间。好，那来看后面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该如何提升你们的连结。那这边就说想告诉你们，对于你们的工作呢，你们要尽可能的负责任，然后认真，然后想要如果就是如果说啦，你们这关系是同事之间关系的话，基本上还蛮有机会的，
那你们都要多展现你们自己可能在工作上面的表现啊，或者是说多展现你们可能在这个工作里面的在意的程度的话，或者说你们的成就，其实还蛮能够去吸引得到对方。那如果说你们是真的没有跟对方是在同一个工作环境，比较不会有交集的话，会建议你们就是要专注在，或者说提升你们自己本身现在工作上的能力。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对工作上面有新的想法可以变动的话，也不用担心你们的决定会是最正确的，相信你们自己。所以，如果说这份工作里面，如果真的你们忘不掉对方的话，然后你们考虑是不是要离开这份工作岗位，可以选择离开，反而离开会促进这段关系的一个进步，或者说反而是能够去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缘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宇宙的讯息的补充牌可以给予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宝剑皇后的意味着就是说，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应该是狠不下心来，所以会建议你们呢，如果说你们真的下定决心要为这段关系做的一个了结，或者是说一个结果的话，势必关系里面你会觉得很难受、很痛苦，但你只要愿意多尝试，或者说愿意多向前看的话，那其实你很快是可以走出来。只是有时候难免是会想到关系里面那种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特别的想念他。可是那个想念其实只是因为你舍不得、放不下。但只要你愿意去尝试着调整你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的话，其实还蛮能够去走出来，然后改变你们自己。其实你们的思想上面是，就说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基本上呢会蛮理智的。那理智其实在那边也是一件好事。那如果说你们觉得你们是感性的话，就是宇宙建议你们要比较理智一点。不过这对感性的人来说是蛮困难的啦。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补充的讯息。好，我们这边的话，这边抽到的，这张牌养可能比较不会去翻译它的英文。好，那至少呢，就是这张牌抽到就是建议你们说，当你们真的没办法下决定的时候，就是聆听一下你们自己内在声音。所以刚刚不是前面有抽2张牌让你们选嘛？那你们就是把这支影片加到你们的最爱，就是当你们可能真的心情上面很郁闷的时候，那你们就是在抽，就是刚刚那个2选1，选一个的，那就是你们的答案。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找回你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把你们的专注力重回到你们身上。因为其实这段关系本身对你们来说，如果真的不适合你们，或说不是你们的关系，你们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所以会反而选到这组的你们要稍微调整一下你们自己，可能在看待或者说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所应该要去学习的课题。那你们目前最大的课题就是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去做你们真正的自己。然后如果是有真的影响到你们工作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不可取的，是不行的。那如果说现在目前你们工作中是有什么样的缘分可以让你们有所转调，或者说换到其他的城市的话，你们可以考虑着试试看。因为
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呢，有一部分人是影响到你这段关系，那大部分人来说，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交往中或是高度暧昧中的人的话，要小心，不要因为工作的情绪的事情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蛮不值得的。因为这段关系其实对于双方来说，是都不乐见吵架或者说不愉快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真是工作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或是影响到这段关系的任何的决定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考虑换工作，或者是说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换个职位，换到一个比较不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的那个工作的场合啊，或者说那个工作环境，或者是说那个工作的方式。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